最近这段时间，中国楼市的一场大地震正在酝酿。1月15日，中国最后一家干净的房企万科也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万科执行董事、总裁、首席执行官祝久胜被警方带走调查。尽管后续祝久胜发朋友圈辟谣，但是我认为事情可能还没完。祝久胜出事的消息一出，市场立刻就跪了。万科在香港的股票暴跌超 8%， 它的美元债更是惨不忍睹。2025年到期的美元债从63美分暴跌到56美分，直接腰斩。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万科2027年和2029年到期的美元债现在只剩30美分的价格，这不就是在用市场价格告诉我们万科也要凉凉了吗？大家可能会说，万科不是一直都挺好的吗？它可是有深圳国资背景的呀。让我们来看看数据就知道了。万科2024年的全年销售成绩单简直惨不忍睹，合同销售面积1810.7万平方米，同比暴跌 26.57%， 合同销售金额2460.2亿元，同比暴跌 34.59%。一个月少卖1/3的房子，这不是在告诉我们，连万科这样的标杆房企都快撑不住了吗？更吓人的是，万科的债务评级一路狂跌。穆迪在2024年3月就把万科从 Baa3 降到了 Baa1，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万科已经进入了垃圾级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穆迪接下来连续2次降级，8月份直接把万科打入 B1 的深渊，还附带一个负面展望，意味着连评级机构都觉得万科可能要完蛋了。万科现在的处境就像一个资金链即将断裂的赌徒。截至2024年9月底，万科手里只剩797.5亿元现金，比2023年末的998.1亿元足足少了200多亿。但他要还的债呢？1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就高达1166.3亿元，这还不算，2025年还要还300亿的债券本息。大家算算这个账，手里有800亿，1年内要还1166亿，再加上300亿的债券本息，这不就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吗？更别提万科现在的销售收入都快腰斩了，根本赚不到足够的钱来还债。想想看，连中国房地产的优等生万科都这样了，那其他房企会是什么情况？恒大已经完蛋了，许家印进去了，新城控股的屈德军、倪连忠也都被带走了，华润置地的唐勇、一审就判了15年，这哪里是什么房地产危机啊？这简直就是一场席卷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末日审判。大家想想，这可是一个销售额仅次于碧桂园的行业巨头啊！2023年，它还是中国第2大房企，现在直接跌到第4名，这速度比股票跌停还快。如果连万科都扛不住了，那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可真就要彻底完了。我认为这次万科的祝久胜被带走，就像2023年9月恒大的许家印被带走一样，都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。只不过这次更吓人，因为万科可是中国房地产最后的一块遮羞布啊！这块遮羞布一旦被扯掉，中国房地产的真相就全暴露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近几年中国房地产高管的落马名单简直比股市跌停名单还要长。我给大家数数这份死亡名单上都有谁。先说最新的万科。万科总裁祝久胜被带走时，很多人还抱着侥幸心理，觉得可能是误会。结果你看，被带走当天连电话都不接，手下人打电话，要不是无人接听，要不就是不回短信。这哪里是什么误会？这分明就是一个重大信号，中国最后一家干净的房企也要倒下了。有意思的是，祝久胜并不是万科第一个出事的高管。我们翻翻历史记录，2020年，万科南方区域的张海涛就因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被捕了。这位张海涛同志
可是深圳万科的副总经理啊，一年薪水都上千万。你猜他是因为什么事被抓的？就因为在2015年到2019年期间，以借款的名义收了1285万的好处费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这么低级的把戏？再看看济南万科总经理肖劲，2024年4月也被带走了。万科对外说是个人原因，但大家都懂的，这个个人原因背后肯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但这些跟恒大的大佬们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。恒大的许家印就不说了，已经是人尽皆知。但你们知道吗？恒大还有个80后高管刘永灼，2024年1月8日也被刑拘了。这位刘永灼可是许家印的得力干将，不仅管理恒大足球俱乐部，还负责恒大的新能源汽车项目。你说一个房地产公司的高管怎么什么都敢碰，足球也碰，新能源也碰，最后连牢饭都碰上了。再说个更狠的，恒大原执行总裁柯鹏。这位柯鹏同志2023年1月被警方带走，据说是因为深圳旧改的事情。大家想想，一个房地产公司的高管被抓，居然是因为旧改的事，这不就说明这些房企在圈钱的时候，连旧城改造这种民生工程都不放过吗？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房企高管被抓之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：集体失联。新城控股的屈德军在2023年2月失联，公司发公告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暂时无法与公司董事、联席总裁屈德军取得联系。你说一个上市公司的联席总裁说没就没了，这不是很讽刺吗？再看看新城控股的另一位高管倪连忠，2024年9月直接被免职并移送司法机关。一个公司2个高管相继出事，这说明什么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绿地控股的胡鑫。2024年7月，绿地控股发公告称胡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但紧接着就说他系公司股东单位委派的外部董事，仿佛在撇清关系。但你想啊，一个副董事长、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都能出问题，这个公司的治理能力能让人放心吗？中粮系的高管也不消停。中粮大悦城的周正，2025年1月1审就被判了12年，罚金70万。你猜他贪了多少？605万受贿，241万贪污，还造成了1.01亿的国有资产损失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把国有企业当成自己的提款机呀！更有意思的是，就在前几天，中粮系又一个大佬曹荣根主动投案了。这个主动2字就很耐人寻味了，是不是觉得反正也要被抓，不如自己先投了，混个从轻处理？其实啊，这哪里是什么反腐败运动，这分明就是中国房地产走到末路的标志。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房地产大佬们，现在一个个都在末日名单上排队等着被收监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：没有永远的朝阳行业，只有永远的铁窗垒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感慨，中国房地产这个庞大的金融帝国，正在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崩塌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2024年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核心指标，比如开发投资额、新开工面积、开发企业到位资金、销售面积等，居然连2016年的水平都不到了。你想想，这是倒退了多少年？整整8年啊！而且更可怕的是，这个崩塌似乎还看不到尽头。现在的房地产圈就像一个高危职业现场，那些曾经住着豪宅、开着豪车、享受着几千万年薪的房企高管们，现在一个个都在提心吊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成为下一个被带走的对象。从我统计的这些落马高管数据来看，他们的问题可以说是五花八门。有的是玩借款的把戏，比如万科的张海涛借了1285万就进去了；有的是搞 IT 设备采购，像万达的朱战备，就因为在信息化项目上动手脚被抓，
更有甚者，像华润置地的唐勇，贪了7367万，判了15年；中粮的周正更厉害，受贿605万，贪污241万，还造成了1.01亿的国有资产损失。这不就是把国有企业当自己的提款机吗？你们发现没有？这些落马的高管里，有很多都是金融背景出身。比如万科的祝九胜，在加入万科之前，就在建设银行干了19年，当过支行副行长。再看泰禾的黄熙，更是在建行工作了30多年，当过投资银行部总经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些人太懂钱的门道了，结果最后反而栽在了钱上。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纸牌屋，从许家印被抓开始，这个纸牌屋就开始一张张倒下。2023年9月，许家印倒了；2024年1月，刘永灼倒了，然后是柯鹏、屈德军、倪连忠，一直到现在的祝九胜。每倒下一个高管，就意味着一家房企可能要完蛋，就意味着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资金要出问题，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可能要承受损失。这些房企高管的工资待遇都不低。孟京在华夏幸福干了23年，年薪高达2000万。张海涛当深圳万科副总经理的时候，一年也是上千万。但是他们还是忍不住要去贪那些蝇头小利。我就想问问这些高管，你们到底图什么？图那几百万、几千万的好处费，值得搭上自己的前途和自由吗？现在的问题是，这场风暴还远没有结束。就在最近，中粮大悦城的曹荣根主动投案了，你们觉得他会是最后一个吗？我看悬，因为整个房地产行业都在走下坡路。那些还没被抓的高管们，谁敢保证自己过去没有问题？正如有人说的，没有成功的企业，只有时代的企业。现在这个时代变了，曾经那些不可一世的房地产大佬们，现在正在成为时代的祭品。每一个被带走的高管，都在用自己的人生自由告诉我们，这个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支撑的黄金时代，正在走向终结。最讽刺的是，这些房企高管的结局跟他们曾经卖给老百姓的房子一样，他们给老百姓画的是一个个美好的房产梦，结果现在变成了烂尾楼；他们给自己画的是一个个远大的前程，结果最后变成了铁窗生涯。这不正是中国房地产这个泡沫帝国最真实的写照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这个落马名单一定会越来越长。毕竟，这不仅仅是一场反腐败运动，更是一个房地产时代的终结。那些还在位的房企高管们，大概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吧？谁知道明天醒来，会不会就轮到自己了呢？